Hello，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那麼今天大陸就繼續帶來了7月份的手遊推薦，在這次的清單中就包括了在 VR 平台上賣破100萬套的巫師模擬遊戲手遊版，療癒的和平型城市建造解密遊戲，第一人稱視角的恐怖逃脫遊戲，韓國動畫改編的像素風 RPG， 以及其他如模擬經營、路格遊戲、休閒塔防、設計玩法、消除遊戲和其他玩法風格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。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遊戲，那就和大陸一起看下去吧。巫師的沃尔茲原本是一款在 VR 平台上賣破100萬套的巫師模擬遊戲，現在也不意外的推出手機版了。那麼玩家會待在一個魔法塔樓裡，就拿取藥材丟進大鍋熬煮，試着去組合出各種不同的魔法。最有趣的就是塔裡會有一顆會說話的古代骷髏斯卡利，不管你是對它點讚、擊掌，甚至把它丟出窗外，它都會給出不同的吐槽與反應。而手機版也保留了這些高度互動的特色。整體來說，遊戲魅力在於那種沒有壓力的物理玩法跟幽默感，有興趣的話可以先體驗看看免費部分，再決定要不要入手買完整版哦。爐邊遊戲是一款整體氛圍非常療癒的和平型城市建造解密遊戲，它的玩法有點類似逐夢送，你需要在有限的棋盤上放矢，並合併相同類型的地塊，慢慢的從一個小小的村莊發展成圍繞爐火建立的溫馨中世紀城鎮。遊戲過程中沒有時間壓力，每一次的合併與布局都需要思考，看着地圖慢慢擴張會很有成就感，加上溫暖討喜的美術風格，很適合在睡前或是想要瘋狂的時候來上一局。如果你本身比較偏好步調偏悠閒，玩法相對比較輕鬆的作品的話，可以先下載試玩看看，體驗一下哦。獵物黑暗逃生，顧名思義，是一款第一人稱視角的恐怖逃脫遊戲。你將在一座充滿了怨靈和致命秘密的鬼屋裡醒來，唯一的目標就是尋找鑰匙，從這無盡的黑暗中逃出去。整個體驗最讓大陸覺得毛骨悚然的地方，就是你的視角會清楚看見前方黑暗的長廊，而手裡僅有的手電筒是唯一的光源。那種壓迫感和隨時被嚇到的緊張感做得很到位。遊戲包含了廢棄醫院、陰森古宅等多種場景，閃避怪物追逐的過程其實非常考驗心臟強度。不過操作玩法本身比較偏向點擊與搜索，對恐怖解密遊戲感興趣的就來試試看這款吧。神秘公寓黑暗之島是一款由韓國動畫《黑暗公寓》改編像素風的角色扮演類遊戲。故事描述主角在學校放假時，意外漂流到一座被傳說中的妖怪獨角鬼孵化的黑暗島嶼，你需要借助禁閉的力量來淨化它們。玩法上其實蠻有意思的，雖然是回合制，但加入了動態指令系統，你需要觀察對手的技能，再選擇反制招式，打起來比傳統的回合制更有互動感。遊戲裡可以捕捉各種凱的幽靈，培養組隊，利用屬性相克來挑戰關卡，整體感覺是進化版的寶可夢。喜歡策略養成和像素風格的玩家可以來留意遊戲的後續消息。Animal Farm Life Tile Farming， 看名字就知道是款農場模擬遊戲，主打療癒放鬆的田園生活。你可以飼養各種如乳牛、雞、豬、羊等多種不同的動物，每隻都有自己可愛的動作跟個性。玩法就是很經典的農場經營，像是種植作物、收穫飼料、飼養動物、生產牛奶、雞蛋這類產品等等，再賣給顧客賺錢，擴建你的農場。比較方便的是它資源離線遊玩，不用連網絡，隨時都能打開收一下菜。整體節奏是依照自己的步調走的那種佛系經營。如果你主要是想輕鬆養動物，慢慢布置自己的一片田園的話，那麼這款算是蠻適合你的哦。納比的數字工廠這款遊戲的話，看起來是一款受到小丑牌以及波青哥玩法啟發的入格作品。在遊戲中，你必須把你的球形好夥伴納比射向釘板，並利用碰撞來讓數字不斷累積變大，借此達成每次開局指派的生產指標。最特別的點在於，超過50種獨特的道具會帶來極具深度的流派組合。後期看這數字以指數級爆發，真的很有魔性。加上畫面充滿強烈的 Y2K 風與無厘頭劇情，整體來說是款個性很
很強烈的遊戲。另外，因為數字堆疊的隨機性極高，卡關時可能需要花點心思研究搭配，比較適合熱愛燒腦的玩家。蛋蛋反域是款結合了彈珠台、物理碰撞和肉格策略的休閒塔防遊戲。首先，玩法非常簡單，好上手，只需要拖曳瞄準並射出彈珠，就能看到彈珠在怪物群中來回彈跳，打出充滿物理感的連鎖傷害。那種打擊感還是蠻療癒的哦。遊戲最有魅力的地方是無限策略組合，每波怪物結束後，你都能隨機選擇不同技能與增益效果，看是要提升攻擊的速度、增大體積，還是附加屬性。每一次的選擇都會帶來不同的生存樂趣。而後期 BOSS 戰和資源管理也很考驗你的安排，喜歡的玩家或許可以來試試看。相信不少玩家都玩過速屏射擊遊戲，殭屍世界大戰、暴風、真是這類結合肉格與策略養成的爽快新作。遊戲設定在喪屍橫行的末日，你需要一邊指揮英雄釋放華麗技能，一邊強化炮台，抵擋一波波的思潮。最大特色是局內英雄和技能組合會隨機生成，所以每一場的流派都會不太一樣。考驗的是玩家臨場搭配的創意。不過大陸自己是覺得遊戲節奏偏快，當我們到了中後期，難度提升後，氪金可能會感受到明顯的戰力門檻。總之，喜歡清屏割草的爽感，又不怕挑戰，倒是可以下載來試試手感。大陸在下載這款《哦水母》的時候，發現它是款由蘿蔔爸爸系列的開發者所推出的益智消除遊戲，有別於他過去拿手的平台跳躍類型，這次它帶來的是海底世界裡的水母方塊，而且核心玩法其實還蠻直覺的，就是把同色水母推到棋盤上，湊齊4隻以上就能觸發連鎖爆破，沒有時間限制，很適合不想被進度條追着跑的玩家。另外，遊戲還有不錯的視覺呈現，那種發光的色調和療癒的爆破感，算是很容易一碰就黏住的小品。不過要注意的是，想要在排行榜上拼高分，還是需要花點腦筋安排一下聯機路線，推薦給喜歡輕鬆解壓、隨手一舉的玩家。末日離線塔防是一款主打末日科幻題材的離線塔防作品，結合了 RPG 養成與策略布局。遊戲背景設定在核戰後的世界，玩家將指揮 AOD 小隊對抗四處掠奪的暴徒軍團，逐步解鎖超過500個的戰鬥區域。實際玩起來，除了經典的塔樓升級路線，還有英雄系統和核彈等大型武器可逆轉戰局，策略深度算是還蠻足夠的哦。不過中後期需要的黃金量偏高，會稍微影響休閒玩家的養成節奏。如果你正在找一款不用聯網又能動腦配兵的塔防遊戲，這款值得放進口袋名單裡觀察看看。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一個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各位遊戲愉快。